2023年癸卯兔年12生肖运程解说。今天呢，我们就来到沙港万山福德祠。那在我身边呢，就是福德祠的主席曾福长先生。那他也是道教总会副会长。会长你好。你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福德祠它是个100年的老庙嘛，对。然后呢，是在186在以前这个万山港，就是万山福德祠很久，然后万山港，因为他们住在那，他们的神是在那边更生。后来他们1862年移去这个野水塘，野水塘由姓杨的、姓梅、姓刘还是姓张的、姓王、姓陈都有啊，很多姓氏负责服侍地爷。后来1866年又移过来我们这个沙港万山福德祠，就是以前是一个祠，又移过来这边就住在这边，然后两边才发展，两边才发展建到两边的位置，这样的情形。其实呢，他们这边以前就是个甘崩嘛，对不对？以前是甘崩，在这个湾山这2个字前面呢，就是在以前我们这边是很多那种做砖的苦力啊，还有别的造船的苦力就在这边。这边是一个马来人的名称是叫湾山，满山啊，满山就是我们广东人闽南人这个翻译就是等于叫满山。我们沙港万山福德祠，我们福德祠为什么后面有一个祠？因为这很久前是祠堂，我们祠堂这个村里面有大小事情，他都会出来这个祠堂来谈，大家不要相骂不要好，就是我们这个村比较平静。所以在100年的时候呢，这边是一个甘崩，然后呢，祠堂就会解决一些村民上的一些对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嘛，对不对？就好像一个 community center 联络所一样嘛。好像政府要拿登记要拿公民权他们政府派车来这边，这边就跟我们这边的村民写这个东西，我们就都有跟这个政府服务的这边。就是的一个 community center 对吗？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就是你们在之前呢，100年前呢，你们就已经开了学校。在刚刚南洋这个陈家庚要办学校的时候，在新加坡我们庙也是跟住一起去办学校这样，我们有办蒙养学校，小学的。所以这个学校的它的宗旨呢也是很特别就是帮助一些这边的村民的这些学生嘛，对不对儿子他们在这边读书这样的，这个教育重要。那时候新加坡陈家庚的时候他要发起这个教育，所以我们也跟住上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也知道你们的祠堂呢，它是很万能的，你知道吗？对不对？你们除了帮居民做些 IC 这些登记啦什么之外呢，你们还有一些义务的这个救火的服务对，那个时候是我们自己办，还没有经过政府需要不需要，我们自己办，因为这边这个村里面全部都是阿达屋，阿达屋很危险的，所以我们每家每户都要出一个男丁，女的不用，男丁一定要有一个男丁出来帮忙。有火烧的时候，我们的钟就会响，钟响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有责任的人就跑出来，女孩子跟妈妈他们就拿
拿东西跑，抱孩子啊，拿东西啊，把衣服这样。后来这个消防队呢，是由这个我们这个新加坡政府的那个消防局在40巷这样40巷那边，他就来到贡献给我们的帽子啊，贡献我们救火的用具啊、藤牌呀，这样给我们希望我们是尽我们的力气帮助这个救火的。对，所以你们就是很难想象哦，就是100多年前嘛，对不对？福德祠他们的功能呢是就是一个万能很多的是，他给义务去帮居民的扑火啦，可以办身份证啊，所以几乎大小的这些村民的东西呢，都会在这边解决嘛。对，在这边解决，对吧？对，对。然后呢，我们再看那个图呢，就是你看那个图里面我看到了，还有一些以前这个给浪这地方到卡浪的地方呢，他们就是很多虾池、造船业，然后呢，还有这些多数广东人呢，他们在这边就是做那个窑厂，对，做那个砖，对吗？对。这个窑呢，这边有3间，一间后面，一间在那个右手边，一间在我们元朗17巷进来也是有一间。像它这个虾池呢，为什么有这个虾池？虾池就是他们拿这个原料挖这个泥，越挖越大，越挖越大，变虾池，变了是虾对。这样虾池也是要有人养。对，因为这个虾池的水是从哪里来？是从这个嘎啷河流。它在那边有一个闸门，就做一个闸门，闸门叫它的河流就开，它的水就进来。初1、15这边这条路是淹水的，淹水淹起来的。像我们的这个外面进来的。有2个河，2个桥的，2条桥，一条就我们名称是大桥，第2条是小桥，这样的情形。所以随着这个100年的时代的变迁呢，你们来到 Sims Drive 你们看到这个福德祠，其实外面呢，这些政府主以前呢，都是属于什么？就虾池啦、造船业啦、砖啦这东西，然后就慢慢的就变成今天这个这个砖厂呢，有一间是姓林的，第1间是姓林的，也是我们这里面的，也是以前有做过主席的。有一间是福建闽南人的，是那个姓刘的，下来就有一间是姓梅的，对。然后呢，我们来到这福德祠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有一个文物馆对，在文物馆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模型嘛，就是以前这个地方的模型就是看到很清楚，以前这边什么地方的，还有鸦片馆，有，以前是有鸦片。然后呢，在这个福德祠里面呢，还看到就是你们的火龙嘛，对不对？那我们谈一下，就是你们在2023年呢，你们怎么庆典呢？我觉得就是2023年我们这个火龙。今年我们要促存了是来存，这样我们希望是国家兴旺加风调雨顺。是，我们出这条龙也为了我们这个COVID-19的事情，希望这个火龙会去掉它的这个病情。对，希望整个国家都兴旺起来。对，大家都身体要健康。是。然后呢，大家就是请期待就是明年的2月初2嘛，对不对？华人初二2月初2呢，就是会这火龙呢，稻草香火龙将会出巡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点的项目来了庆典。在晚上差不多7点半左右对，然后就要游行了好，很期待。然后呢，你们在8月初8呢，你们的8月初8迎财神也是会开户日嘛，对吧？要开户，开那个他们有人来请那个红包，就请那个就是初8那天来请最好的，8月初8。8月初8大家记得了然后呢就是，然后我们这个8月头，我们有做一个
老人敬老会，老人敬老会，敬老会还给那个那种学校的学生，中学、小学的助学金，这样。好，那大家就是这边是个150多年的一个老庙嘛，对吧？现在不止了不止了，156了。156了。然后呢，经过看了你们这个模型之后呢，以前100年的模型，加上参观了之后呢，就是大家可以来这边拜拜哈。然后呢，他们的拜太岁、还太岁、还太岁呢，今年呢一年了，就是说在11月初1就开始还了开始还到不要过冬，不要过冬。农历的就是冬至要来了就是说冬至头了，然后就开始就还太岁，还到冬至那天，就是12月22号。过了冬还也可以啦，他们有的人没有空，没有办法，他也可以有还就 OK 了。那说到太岁呢，就是每个人一个重点的一个项目嘛，对不对？大家就明年23年呢，就是这个还太岁，不是拜太岁，犯太岁或者拜太岁，就是要在这个新年初2。今年初2开始嘛，好，拜到16，初2拜到16嘛，对不对？16。好，主席，谢谢你。好，现在呢，我们请出陈师傅，让他解说癸卯兔年12生肖运程解说。好，那陈师傅你早啊。早上好。今年呢，就是我们第3年主持这个12生肖运程解说了嘛，对不对？对，第3个年头了。我想问你，就是为什么今年你会特别挑3间100年历史的大悲公庙呢？不是，我觉得第一我觉得这个大悲公文化应该在本地被重视第一，为什么呢？因为几乎的福德正神的庙在新马这2地都具有很多的本土的色彩，包括我们今天要去的第3家高调桥那多端，为什么会称呼为那多端等下到那个庙我们才一一来解释。那刚才你也听到了我采访了这边的主席，对，就是谢福昌先生嘛，对。然后呢，现在我们要进入正题了，好，所以大家在今年呢，就是你们会去还太岁嘛，对不对？对，一般还太岁都是在立冬，就是在冬至的前和后这几天所以差不多连节目播出的时候，就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所以大家记得去年有膜拜当年值年关的太岁星君的善男信女在冬至的前后这几天就可以去做一个repayment。就是说答谢太岁在整个2022年给我们的一个 support。那就算你有饭无饭，都还是去拜拜一下太岁。对，就像你今天买了10块钱中了安慰奖，而买了1块钱中了头奖，那个道理是差不多一样的。是吗？好，那我们进入正题了。今年呢，2023年叫癸卯年。对，癸卯，癸的意思就是水，那卯呢，也就是兔子的意思。所以今年这个白兔呢，就是水木，5行属水木的白兔星君。然后呢，就是我们谈一谈吧，就是今年犯冲刑祸害。OK，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2023年应该说来年这个2023年太岁本身的名字有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在广东派跟白云观的一个资料的里面显示，太岁星君出现了2个名字，一个呢是姜武第二个呢就是皮石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小偏差，因为在早期那个共产崛起的时候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些资料没有被妥善的储存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依据北京白云观的那个资料来作为我们这南洋地区的一个膜拜为一个准确点，就是皮石大将军对，皮石那今年呢，犯冲刑祸害，陈师傅，你可以重复一下吗？可以，没问题。为什么我们犯太岁就犯太岁嘛？我们为什么会讲说犯冲刑祸害呢？简单的说，刑犯冲破
它其实就是太岁接管整个新春年之后呢，起的一种不好的印象和一种 effect。OK，12点位置呢就是犯太岁，兔子。那30分的位置呢，也就是鸡，属于冲的位置。15分跟45分呢，相对的就是老鼠跟马。它今年有一点特殊啊，它多了一个亥太岁，就是生肖属龙。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先谈一谈吧，就是今年兔年啊，你的整体运程是怎样？兔子属于犯太岁的一个阶段啊，就是常年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一喜挡三灾，无祸喜事来。犯太岁自然的显示，就是说，在整个癸卯年里面，属兔子的人呢，无形的工作就一定会加重，然后责任也一定的会增加，负担多了，但是就是利益并没有那么的多。然后属兔的人，就是今年他的工作运、感情运、家庭运，就是有一些小压力。从兔子卯宫出现的几颗吉星开始讲的话，其实属兔的人他只是在形式上犯了太岁，但他在吉星方面呢，倒也出现了很多颗的吉星。我们一一来讲述一下哈。第一颗吉星就是将星，将星的本意呢，就是说今年在犯太岁的一种状态之下，如果我们道教徒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而取到将太岁和神明做一个祈福，在这整个癸卯年里面呢，还是可以得到好运的。第二颗吉星呢，就是金贵星哈。金贵星它是在这些星辰里面属于比较显要的一个星辰，也就是说，属兔的人如果是工作于官方啊，这样类似我们老七这样啊，官方的工作啊，在金贵星的加持之下，自然在自己的事业上就会得到一些的升迁。升迁就是讲 promotion 给钢级啦，加薪的一个意思。第三颗吉星就是文昌星，属兔的人如果能在癸卯年里面能增于自己的增值哈，就是说报读一些课程啊，或者是提升一下自己的话，属兔的人在今年还是有很大的收获的。那陈师傅，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属兔的呢，在2023年呢有什么凶星吗？可以，我们在这边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属兔的人的凶星呢，出现了剑锋星。我个人感觉剑锋星给属兔的人带来的问题呢，也就是说小则跌倒割伤，像我这样哦，我就坐了轮椅坐了几个星期。给大则那就可能有一些小形骸，可能要上手术台。所以属兔的人在2月4号立春之后，可以来我们的大悲公庙拜一下太岁，那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那陈师傅，除了这个凶星之外呢，来拜太岁，对不对？那属兔的呢，还需要注意什么东西呢？属兔的基本上就是在于正业的那个职业上哦，是比较吃香的。那如果属兔的朋友他在偏财和偏门工作上呢，就不值得牛刀小试就是整个犯太岁的状况呢，还是要非常的廉洁和小心行事哦。然后在于一些风俗上的说法哦，就是探病问丧就能免则免哦。那好，那我们直接来介绍下一个生肖吧，就属鸡的嘛，对不对？那陈师傅，属鸡的冲太岁，他们又需要注意什么东西呢？在犯冲刑迫害底下，冲太岁的冲击力是最高的。OK， 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刚才我已经有解释了，冲的位置就是在太岁的脚底下，所以属鸡的人过了2月4号，他就比较
比较难进入一个稳定期哦。怎么说呢？在于工作上，他的offer 就是很多人的邀请哦，他会进入一种虚的一个状态真正的好的 offer 他没有接到，然后工作命宫也甚至因为被冲破，就是很不稳定哦。第二，冲太岁的属鸡的朋友呢，在整个癸卯年就是比较容易割伤、跌倒之类的一些问题，他甚至是去医院开刀。OK，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给大家这样说一下。过了2月4号属鸡的朋友，我建议你们找个牙医把牙齿洗一下或者是有捐血习惯的朋友，可以往这个捐血的中心去捐一点血。然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呢，可以多行善举，这些都是一些可以做 prevent 的。那属鸡的人呢，有没有吉星的嘞？在整个流年的运程里面，属鸡的酉宫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吉星，所以属鸡的人在今年还是得要靠自己。当然，在这个环节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介绍的流年运气呢，也就是你们的出生年但整体的运气并不是以整个出生年来代表一整年的运气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我们过了2月4号，第一件事情呢，最好就是先去给痞时，也就是值年官太岁星君拜拜，图一个吉祥吉利。好了，我们听了属鸡的在兔年的运程呢，现在呢，我们来一个破太岁。那破太岁呢，就是属马的陈师傅。对对对，我们来介绍属马马的武功呢，在这个癸卯年呢，其实它属于破太岁的一个位置，但是呢，属马的命宫里面却出现了几颗强而有力的 lucky star。第一，我们来介绍的就是太阴星太阴星进入了属马的武宫，也就是说，在这个2023年，属马的人能得到太阴的加倍和关照。而也就是说，属马的人遇上的长辈呢，属女性的都是贵人。第二颗吉星就是天喜星，天喜星进入属马人的命宫，也给属马的人带来了很多的喜事。所以属马的人确实在癸卯年有一个破太岁的迹象。那破太岁呢，不一定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你有了几颗强而有力的 lucky star， 可以让整个2023年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那我们都知道呢，就是你刚才说了嘛，这个吉星是太阴嘛，对不对？对。然后呢，去庙里面呢，就要多拜拜那些。可以这样说，在民俗学的角度上，我们建议一些属马的人，如果要图个好运和吉利的话，他们可以向妈祖、九天玄女，甚至观世音菩萨，最佳和最理想的就是太阴星君做一个膜拜的一个动作在这整个癸卯年呢，一定会有女性的贵人出来协助他度过这个破太岁的阶段。那属马的朋友呢，他们必须要多留意什么东西呢？属马的他的天敌就是老鼠马的天敌就是老鼠，所以属马的人呢，一般在农历的12月、11月的运气并不是很理想。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子呢就是代表的12月，每一个年头的农历11月和12月都是属于鼠月，然后属马的人自然在这个年尾腊月阶段呢，他就会颇有不顺的一种感觉。好了，我们听了属马的朋友们呢，他的2023年的整体运势呢，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生肖，就是刑太岁，就是属老鼠的啦。对了，老鼠。OK， 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老鼠。
刑太岁的老鼠呢，其实在这个癸卯年里面呢，它跟兔子大哥的关系是非常特殊的。为什么呢？因为在12生肖学里面，当属兔子遇上的老鼠呢，就行桃花，也就是说，属老鼠的人呢，今年也是他的人缘指数最高的一个年头。但是呢，在整个太岁的位置上呢，它是有刑害的。我们一一先来慢慢的讲哈。那刑害这个刑呢，也就是罚款啦、犯法啦之类的一个别词哦。无可厚非的，就自然属老鼠的人，今年在这个2023年，在签署任何的官方文件，或者是作为担保，一定要三思，一定要考虑慎重啊，甚至在做出任何的决定上，属老鼠的人应该是多咨询一下长辈们的一个建议，因为他很容易就会卷进去刑害的一个阶段。第二，老鼠它本身跟兔子的关系是人缘桃花嘛。简单的说，出生于1960年的老鼠，今年的2023年呢，也是它的桃花年。简单的说，男性的朋友在整个年头里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因为你很容易会卷入桃色纠纷，这是我在这里 highlight 的一个问题。OK，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凶星属老鼠的人在2023年他会遇上怎么样的凶星呢？第一，它就是咸池星，咸池星就是带来的假象桃花，也不是真正的一个人缘桃花，也就是我们命理学称呼为墙外桃花，也就是不正规、不道德的一个桃花。所以我一次的在强调说，1960年出生的男性今年会容易卷入一些是是非非，所以一定要谨慎。第二颗凶星就是三刑，三刑星进入了属老鼠人的命宫，就很容易招惹的一些是非争端比如我们打个比方，就是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而跟亲兄弟甚至是好朋友起了争议而背道而驰，所以属老鼠的人在这个环节上是需要慎重的考虑。那刑太岁这个老鼠呢，在哪一方面他们可以多加的可以加持一下吗？可以去做一些拜什么神明啦，祭祀加注于自己的运气。OK， 第一，刑拜太岁去祭祀太岁，这是一定要做的啦。当然在非道教徒这个环节上，我们还是建议说行善积德，甚至就是说不一定就是要捐钱就是说如果你能多帮助一些老者，或者是帮助一些比较年幼的人处理一下问题啦，感情问题、工作问题，也是行善的一部分当然在此我还是希望说大家能来到我们这个福德祠给大伯公拜一下。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它里面呢还有一尊非常灵验的一个神明，就是让给沙牙贝他们的阴财神沙牙贝。属老鼠的人想要拨开这些是非桃花是非，沙牙贝就是首选。好了，谢谢陈师傅解说了4个生肖在2023年的运势嘛。现在呢，我们要去下一站呢，我们要去顺山亭榕树大国宫，继续讲解其他4个生肖的运势。我们再见。